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 Zoo DIY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是怎么样清洁汽车的 engine bay。现在大家眼前的这款车，是2018年的马自达，它上路只有3个多月，只经历了半个加拿大的冬天。那么它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还不算太差，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干净的。只不过呢，它已经有很多的灰尘和盐附着在 engine bay 的各个角落。如果大家从来没有清理过你的 engine bay 的话，我建议大家把 engine bay 的 cover 打开，看一下它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。那么 engine bay 可以清洁吗？很多网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。那么答案肯定是可以清洁的，因为现在 engine 的设计呢，实际上它是 water resistant， 但是它不是 waterproof 的。这个区别就是说，water resistant 就是水附着在上面，然后溅上去是没问题的，但是你泡在水里是不行的。好，下面第一步我要做的就是检查一下所有的盖子有没有被拧紧，因为 you never know， 有可能上一次你做保养的时候，那个换油的小哥可能第一天才在车行工作。然后呢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有哪些地方你觉得 feel comfortable， 需要用塑料袋去 cover 一下。这是发电机，我待会儿会用塑料袋把它 cover 住。然后呢，还有发动机的进气口，我觉得要把它 cover 住。那么有必要清理 engine bay 吗？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有时间我再慢慢的跟大家解释为什么。好，现在我要拿塑料袋把这个发电机给它 cover， 把它盖上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发动机的进气口，我不希望有任何的水进去。因为加拿大的冬天有非常多的盐和灰尘，路上有非常多的盐，所以他们车辆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盐水会溅到 engine bay 里面去，它们会附着在 engine bay 的各个角落。好，这是我用的一款 cleaner， 叫 Cool Cleaner Degreaser， 我是在沃尔玛买的这款东西。首先声明我没有收到任何的赞助，只不过我现在家里有这款东西，我就决定使用它。然后有很多清洁剂可以用，大家可以读一下说明书，只要这款清洁剂对塑料 vinyl 或者 rubber 没有伤害，可以用，一般就没有问题。有一种专门的 engine degreaser， 然后是一种金属罐的，它非常的 foamy， 有很多泡沫。大家也可以尝试。如果更简单一点的办法，甚至家居用的洗碗用的洗洁精，应该也能够达到类似的效果。好，这个盐和灰尘附着在这些管线上，实际上会加速车辆的腐蚀和生锈。另外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 engine bay 它形成一个微环境，汽车的发动机它在吸气进去的时候，如果 engine bay 很脏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灰尘混杂着进去，这样你就需要定期的更换你的空气的过滤器，会造成你发动机降低效率和使用寿命。好，现在我用刷子来刷一下发动机的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。然后清洁 engine bay 还有一个显著的作用，就是可以改善车厢里的气味。因为车子用了一段时间，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体验，就是有一种老车的味道。但老车的味道到底是什么味道呢？我觉得还是清洁做的不到位造成的。很多人喜欢用人造的空气清洁剂放在车厢里面，其实我从来都不用这种产品，
因为我还是喜欢把车子内外保持干净，因为我发现，只要你保持干净的话，车厢内的气味是不会产生很大的改变的。这个是尤其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因为这里的皱褶非常多。好，现在我拿这种比较异形的刷子，比较长，可以刷一下你够不着的角落。当然，做这一步的时候呢，也要稍微温柔一点，不要戳到一些管线。好，现在我准备清洗，我把电池旁边因为管线比较多的地方，用塑料稍微 cover 一下，因为我不想这个 power washer 的高压水呢直接冲到上面去。有很多人不建议用 power washer， 我呢比较喜欢用，因为我觉得 power washer 呢，它首先它清洗比较快，然后呢它实际上用很少的水。如果你没有 power washer 的话，直接用水管接上水管来冲洗，不要开太大的水，应该也是可以的。这个发动机的进气口塑料袋脱落了，现在我把它重新盖好。冲的时候呢，用一些 common sense， 就是不要把这些高压水对着一些 sensor 的线头的接口直接冲。一般来说，有一些水溅上去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下一步我要做的是用 Stanley 的这款吸尘器来给 engine bay 烘干。我下面会有链接，如果大家对这款吸尘器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击购买。它呢有吸的功能，也有吹的功能，我喜欢用吹的功能。好，注意现在可以把所有 cover 的塑料袋把它拿开。如果你没有这样一款吸尘器的话呢，使用家居用的 hair dryer 也是可以的。现在我拿布进一步的把这个 engine bay 把它擦干。现在你基本可以看到 engine bay 已经非常干净了。就像我刚才说的 ，engine 的设计呢，它是 water resistant， 其实所有的水短期的停留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现在我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用 Armor的这样一款 plastic vinyl protectant 去把它擦到这些塑料的 panel 上面。这样做呢，第一个是为了美观，它们会呈现出 shining 的 black 的颜色。然后呢，就是保护它们，防止它们老化。然后多长时间清洁一次 engine bay 呢？我的建议是最少1年清洁一次。最好的时间应该是每年开春的时候。这样呢，可以把冬天所有残留在 engine bay 各种管线啊、各种 panel 上的盐，可以把它去除掉。这样整个夏天、春天、夏天和秋天就不会有额外的腐蚀。否则的话，盐它实际上它作为一种吸附剂，它会不断的吸附空气中的潮气。如果你不进行清洁的话，它实际上一整年都会不断的腐蚀这些管线。然后入冬前，我应该还会给大家做一个视频，就是教大家怎样用简洁易行的办法，而且很经济的办法来给车子做一个防锈。到时候欢迎大家继续关注，也欢迎大家
subscribe 我的频道，这样呢不会 miss。这个 engine cover， 把它擦干净一点，因为这个基本上是你engine bay 的一个名片，它非常光洁的话，就会显得很漂亮。如果你卖车的话，一个 shining 的 engine bay， 很显然会让你多卖一些钱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不要忘记发动机顶盖上的橡胶封条，这样可以延缓它的老化。好了，其实现在呢，这个 engine bay 的清洁已经基本上算完毕了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光鲜的黑色发亮的一个 engine bay， 它基本上已经恢复到了刚出厂的状态，非常漂亮。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一个 thumb up， 不要忘记订阅 subscribe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